我们自驾行的第2天，然后我们今天一早在饭店吃完早餐之后，就到旁边的这边桂河大桥，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所有有来这边一定会来的一个景点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，有超级多的摊贩啊，还有什么之类的。刚刚走来的时候，一路上有看到很多卖翡翠还有象牙的，然后应该是在这边应该是蛮有名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很懂那个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边的品质到底好不好。那我们就直接带大家去看看，就是桥这边怎么样。然后我们直接走过去桥，然后它旁边还会有一个战争的博物馆。然后我们应该会在这边看完这2个之后，再去下一个景点。那我们就直接去看看吧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走在这个铁轨上，然后看起来的话，应该还是偶尔会有火车过来。木头看起来应该是还可以使用吧。然后它铁道2侧旁边都会有空间给你站。然后可能是拿来拍照，或者说是真的有火车来的话，也可以让你有地方站。然后底下的话就是桂河，然后可以看还蛮大条的。然后如果这里有码头，所以有些人可以搭船，就是旅游一下。在桂河大桥旁边的话，全部都是像这种玉器的店，卖很多翡翠啊，还有什么之类的。如果你刚好很懂这个的话，就可以过来这边看看，说不定这边卖那么多，可能比较便宜之类的。那我们刚刚走那个桥的话，全长大概200公尺。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走到一半，直接拍一个照，然后就直接走回来。因为走到另外一侧的话，其实没有特别的东西，所以拍照走回来，大部分都是拍照走到一半而已。然后在桥的同样这一侧的话，有个战争博物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走去看看战争博物馆那边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。这边的话就在旁边走过来，大概1-2分钟就直接会到了。日治时期留下来的一个火车，然后是他们当初在打仗的时候用的火车跟汽车。走进来这边的话，有超多当时的文物，不管是英国或者是日本留下来的。这一边以前的话是在2战时期的时候，日本就是有过来这边想要盖铁路，然后才会有桂河大桥跟后面还有另外一段大家称作死亡铁路的部分。然后呢，在这边的话，因为当时日军在2战的时候，大家知道一开始他们其实是很常打胜仗，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战俘。然后，所以他们从当时不管是英国、美国，或者说是澳大利亚、澳洲那一边的话，都很多战俘。然后就让战俘过来这边帮忙他们修建铁路。然后当时因为这边的地形非常的险恶，然后杂草丛生，有很多虫啊、病害之类的，所以呢，在盖铁路的时候就死了非常的多人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会叫做死亡铁路这样子。刚好可以看到上面这边就有一台火车，刚好直接过去。你人站在铁轨上，只要往2侧站的话呢，就不会被火车撞到。然后火车开得非常的慢。然后如果你是自由行自己来的话，你也可以搭火车过来。搭火车这一站也可以到后面一站，就是死亡铁路那一边。那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桥，桂河大桥，已经是2战之后有在修建，因为在2战的时候有被炸毁，所以在战后之后，泰国政府有在就是把它修建回来这样。好，我们刚刚已经看完那个战争博物馆了，然后门票的话大概不是大概，门票就只要50泰铢，然后价格没有到很贵，然后泰国人跟外国人都付一样的钱。然后就在桂河大桥旁边，所以下次来的话，其实还是蛮推荐去完桂河大桥之后，可以来看看这个博物馆，你也可以更知道说这个桥的历史是怎么样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去下一站。现在我们到了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在所有的铁路里面呢最危险的一段，所以它也被叫做死亡铁路。然后待会我们会直接带大家再看这条铁路，它旁边一边是直接是山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桂河，所以算是这段铁路里面最难新建的一段，也死最多人，所以也被称为死亡铁路。那我们就直接去看看这段铁路到底有多么的危险，然后有多么的可怕，然后听说也看起来会特别的漂亮。河对岸那边有蛮多 hotel 的，他们很多都会直接搭在河旁边，然后你还可以直接到河里面游泳。所以如果下次来的话，也可以看喜不喜欢挑这边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住到河的更上游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住在这边。现在时间
今天要住的地方比较难到达，所以我们就早点出发，准备过去那边，可能路上再找点午餐吃吧。然后就直接过去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要去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饭店，然后我们开了蛮久的山路，然后开到这边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个码头，然后在这个码头才可以搭船到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饭店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水其实还蛮湍急的，然后待会我们的饭店呢会就是在水面上、水面中间这样子，所以一定要搭船才可以到那个饭店，你没办法直接开车到那个饭店停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是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之后，在这边准备等直接搭船，然后待会会是逆流而上，然后直接到达我们的饭店。那待会就直接看看我们的饭店在河中央看起来怎么样吧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坐在船上，直接出发了。哇，超级快，超级快的！还好我坐的比较后面一点点。水超大，哇，这河超大条的，坐在上面感觉超棒。那我们就直接坐去我们 hotel 那边吧。现在我们已经到饭店这边，然后你们一定想说为什么我脸会这么亮？因为我现在目前正在用个灯光，等下在那边直接看看里面的房间长怎样。如果没有这灯光的话，里面大家完全应该看不到任何东西。然后我们直接走进来里面的话，可以看到房间的话就是没有很大，然后算是一张双人床配一张单人床，然后有附水，然后它整个房间里面的话呢，就只有给了一盏电子的蜡烛，然后几乎是看不太到的那种亮度。然后走进来还有另外在厕所前面还有一盏灯，所以基本上这里全部我的手机是完全没有讯号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灯，没有任何的电，然后厕所也是就这样子。走进来的话就是这样，它可以算是非常的原始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晚上的话，如果你真的像我有刚好自己带灯，就还算稍微看得到东西。不然的话，晚上这边的话，应该是几乎没有任何活动。在8、9点的话，就会就是准备睡觉，或者是在外面看看星星这样子。走出来外面的话，就是全部的房间都这样子相连，漂浮在水上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他们是说，如果自己觉得评估风险觉得 OK 的话，就是可以自己跳下去水里面玩。然后可以看到其他间的话呢，每一间其实基本上都是大家喜欢坐在外面，然后坐外面不一定一个是原因是比较风景比较好，另外原因就是你在里面也不知道干嘛，因为你看不到东西。然后待会我们就在这边的话，因为本来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吃，所以我们的晚餐跟早餐都会在这边吃。然后我们待会就去看看说这边的东西好不好吃这样。吃这里的晚餐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，所有的灯都是用这种煤油的灯。然后晚餐的话，算是吃到饱吧，但它不是那种buffet让你拿，但它会你不够的话就可以跟它一直点，它就可以一直帮你加。然后如果你早点来的话，就可以坐外面，就是看河景的位置。刚刚我们已经吃完晚餐回来，然后回来这边几乎已经什么东西都看不太到，所以我现在在房间一样，就是要用自己的灯光来打光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其实有蛮多事情可以做，不管说是你要跳下去游泳，或者说是你可以去租一个独木艇来滑。然后附近还有一个，就是走上去有一个他们自己孟族的村落。然后他们这边因为主要是孟族，所以在晚上的时候也有孟族的舞蹈表演。那你也可以买这门票，可以过去看他们孟族跳舞的表演。然后其实一开始会想说晚上到底会不会很无聊，其实也还好，是真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做，然后也因为没有电、没有冷气什么之类的，你会把很多事情都以前想的非常理所当然的，那在今天你都会重新的反思一次。像是你可能会想说，来这边就是应该洗完头发就应该吹头发，或者说是在房间要开冷气还是什么之类的，这个就是你可能原本都觉得非常理所当然，在这边的话全部都没办法再做，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还不错一个回归大自然的方法。然后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第2天的影片。然后如果还想要看接下来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我们之后还有第3天的影片，就是明天最后一天。然后先这样了，拜拜。